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北京故宫偶遇徐凯，一头金发走路含胸，头颅前倾裤脚拖地斩随性。网上这组故宫路透一出来，评论区直接炸了锅。不是因为谁公开恋情，也不是他防大料，而是内娱公认的古装男神徐凯。居然能把一趟故宫之旅逛出松弛废柴男的既视感。金黄色头发在红墙黄瓦间闪着光，侧脸依旧是精修级别，可镜头一拉全身，拖地长裤，弯腰驼背，脑袋前伸，双手插兜，气场从霸总王爷瞬间切成周末摆烂程序员。这一冷一热的落差，比滤镜滑拉前后的对比图还刺激。要说他帅是真的帅，31岁，先天条件放在同龄男演员里都算顶配，身高优势明显，骨架大，身形长，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路人随手一拍，五官轮廓依旧清晰，脸上看不到垮掉和松弛，皮箱这一块完全在线。偏偏他现在染了一头亮眼的黄毛，在色调偏古朴暗沉的故宫里格外扎眼，远远看着像是从二次元里走出来的人，元气感很足。真要说的话，这个发色是加分项。问题出在整体状态。当天他是彻底私人行程，没有任何工作安排，也没带团队驾驶，就是男明星版我随便穿一下就出来了。上身一件宽松的简单上衣，款式日常，颜色也不夸张，看着舒服，但谈不上讲究二字。下身那条长款休闲裤才是关键，版型宽松，裤腿长到直接拖地，大半截裤脚在地上扫着走。好好一双大长腿，就这么被柔软、松垮又过长的裤子吞了个干净。原本该是优越的身材比例被硬生生拉扁，整个轮廓变得有点塌。镜头从脸下移到体态，落差感又被拉高了一档。荧幕里的徐凯，不管是穿盔甲的王爷，还是白衣飘飘的温润公子，标配永远是挺拔的背，稳的步伐，自带镜头感。一走路肩线就撑起来了，腰背直得很，镜头抓拍都像经过排练。可这次故宫逛景区，他几乎全程弯腰驼背，背部松松垮垮，肩往前收，脑袋自然前伸，典型低头耸肩、颈前探的姿态。你要说是偶尔一个瞬间被拍到也就算了，偏偏游客拍了好几张，状态都差不多，很难用抓拍角度不好来解释。更有画面感的是他的步伐节奏，路人形容他走得不快，节奏慢悠悠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眼神四处飘着看古建筑，一副今儿就是出来散心的松弛状态。有人认出他，小声讨论，拿手机拍，他也没像很多艺人那样下意识调整形象，没挺胸收腹，没把肩线扶回来，就这么继续慢悠悠往前挪。那种不在乎镜头、不经营氛围的自然，和他在镜头前业务熟练的精致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其实长期关注他的人都知道，徐凯这几年之所以能稳坐古装男神的位置，不光是脸好看，更重要的是他的镜头体态。古装戏对体态要求极高，一塌腰，一塌肩，整个人物质感就没了。他平时出现在剧组路透、红毯活动，哪怕只是上下班路上被拍，大多也是干净利落。穿搭要么潮流有设计感，要么走简约路线，但整体干净合身，线条流畅，身形挺拔，精神状态在线，妥妥一股明星气场。所以这次故宫这组照片才会让不少网友直呼认不出。而舆论为什么会炸？一方面是预期差太大，大众心里默认古装男神等于永远精致，哪怕私下出行也要体面；另一方面是这次路透给到的信息量太集中，金色头发、拖地长裤、弯腰驼背、脑袋前伸、随意插兜，这些元素堆在同一画面里，
让邋遢感被放大到极致。有人吐槽颜值无可挑剔，体态硬生生把质感拉没了一半；也有人调侃这状态像刚从网吧出来的高个男生。但站在另一个角度看，这件事也很真实。荧幕上的明星永远是经多重包装后的成果，灯光师帮你找角度，造型师盯着发丝位置，形体老师盯着你的肩线和脖子，导演实时喊状态、气场，所有人把你往完美的方向推。可一旦脱离镜头，这些规范瞬间消失，他也只是一个31岁的普通成年人。大多数人在非工作状态下走路，都会不自觉出现弯腰、含胸、头前伸这些问题。你晚上下楼丢垃圾，周末去菜市场，有多少人是真抬头挺胸走完全程？拖地长裤更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爱穿的潮流款式，配上宽松上衣，走的就是一个慵懒松弛感，只是普通人穿是舒适，落在明星身上就容易被放大成邋遢。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，长期在镜头下维持完美状态是极耗能的事情。艺人拍戏时要保持体态稳定，红毯要注意每一个转身角度，活动现场要随时准备被拍，工作状态的紧绷往往要持续10几个小时。好不容易挤出假期，跑到景区呼吸2口新鲜空气，如果还要时时刻刻端着偶像包袱，那这趟旅游就从放松变成了换个地方上班。这次徐凯在故宫，明显是把自己当普通游客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不刻意营造被偶遇也要酷的画面感，这反而是一种态度。从粉丝角度，这种落差未必是坏事。很多人看完路透反而觉得亲切，一个在荧幕里精致到像雕出来的男神，在生活里也会驼背，会乱穿长裤，会整个人松松垮垮的闲逛，这会打碎高台偶像的距离感。比起永远完美、永远不出错的滤镜，有瑕疵、有松弛、有点摆烂的真实状态，某种程度上更让人有他也是人的实感。尤其是当你想到他在剧里那一身古装，那种站如松的体态，是多少形体训练、多少拍摄经验累积出来的专业输出时，反而更容易把工作中的徐凯和故宫里的徐凯分开看。当然，从职业角度讲，这次路透也给他提了个醒，体态是演员的长期工程，不分工作日和休息日。很多老一辈演员生活中也习惯挺拔站姿，就是怕习惯成自然带到镜头里去。徐凯如果能在不影响放松的前提下，稍微注意一下生活里的身体习惯，比如走路别太含胸，颈部别过度前伸，其实对他的职业寿命绝对是加分项。不过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，跟网友这次讨论的私下邋遢不邋遢，本质上是2条线。把话题拉回这次故宫之行，你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，大家一边吐槽他的拖地裤、驼背体态，一边又在评论里说这种松弛感还挺可爱，比营业照顺眼多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观众一方面习惯被完美人设喂养，另一方面又渴望看到人设背后真实的人。徐凯这次没有任何发声，没有解释，没有姿态管理课后总结，却凭几张随手路透，让大家在争议之余看清了一个更立体的他，荧幕上的古装男神，生活里的松弛成年人。从6月20日这组图刷屏开始，到各种二创、调侃、分析涌现，再到一部分路人转粉，整个过程像一场小型形象在认知。不靠新剧，不靠综艺，不靠营销话题，靠的是一次毫无准备，甚至有点丢分的路遇。娱乐圈这种反向营业的案例不多见，但也再次证明，观众早就不满足于只看精修照和宣传物料，谁能在专业和松弛之间找到更舒服的平衡点，谁就更容易在这场长跑里跑得久一点。
徐凯这次在故宫的黄毛加拖地裤加驼背组合，算是给自己也给同行上了一堂很直观的课。下一次他再被偶遇，是继续随心所欲，还是适度收一收？我们慢慢看。